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在过去40年，尤其是自从2001年加入 WTO 以来，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高铁、5G 等领域的飞速发展。这种模式依赖于高效的资源整合、顶尖人才的集中培养和大规模科研投入。然而 ，AI 的崛起帮助了美国减少对中国留学生的依赖。随着 AI 技术日益广泛地被应用，川普政府发布了新的美国留学签证政策。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 （Marco Rubio） 宣布的签证撤销政策，明确针对中国学生，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学习的学生。这一政策不仅包括撤销现有签证，还将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未来签证申请的审查。此外，川普政府暂停全球学生签证新预约，并计划加强对申请者社交媒体的审查，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门槛。造孽！据 CNN 5月27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指示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所有国家新的学生签证预约，同时大幅加强对申请者社交媒体内容的审查。就在1周前，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也公开表示，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将类似措施扩展至其他高校。虽然美国的科技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科技精英的贡献，包括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进入美国顶尖高校学习。这些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印度、欧洲等地的高素质人才，为美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注入了活力。他们在学术研究、工程技术、创业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统计，国际学生在美国的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研究生中占比显著，特别是在博士阶段。例如，2020年，美国约40%的 STEM 博士学位授予了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和印度学生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学生不仅推动了学术研究，还在硅谷等科技中心的企业中担任关键角色。此外，美国高校和科技产业的开放性、资源优势以及创新环境，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学府的国际学生比例常年维持在20%至30%以上。这些学生们毕业后，往往进入美国科技巨头，如谷歌、苹果或创业公司，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但是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让美国科技发展对全球精英人才的依赖产生了颠覆性影响。AI 技术可以让许多原本需要高技能人完成的任务实现自动化集成，例如数据分析、代码开发和基础研究。这会大大降低对 STEM 领域人才的需求。例如 AI 工具如 GitHub Copilot 或 DeepMind 的 AlphaCode 已经能够生成高质量代码，而中国学生所能提供的人工劳动也会被 AI 所取代。2023至2024学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约27.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4，仅次于印度。若美国政府的新的留学政策全面实施，将会影响数万名中国学生，尤其是 STEM 领域的学生。互联网科技时代，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由于3000年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迅速复制了西方的科技教育，每年批量生产大量的计算机人才。中国每年培养约1000万本科毕业生，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超过30万人，占全球计算机相关毕业生的近1/3。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40年中，典型的发展模式就是复制欧美的先进技术模式，通过政府主导的集中投资和政策支持，中国能够快速动员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通过这种模式，中国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科技独角兽企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百度。中国政府构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网络防火墙，屏蔽了谷歌、YouTube 等平台，为百度提供了近乎垄断的国内市场环境。2024年，百度搜索在中国市场的用户渗透率达 85%， 远超其他本土竞争者。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但是这一切终于在 AI 时代被终结了。计算机工程师们根本无法和学习能力强大的 AI 竞争。欧美企业通过 AI 工具和远程协作，减少了对中国工程师们的需求。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机器人技术取代了大量中低端劳动力。例如，富士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减少了30%的流水线工人。随之暴露的就是在中国政府的集权统治下，中国人严重缺乏创新，而只能拼命内卷。中国教育体系以应试教育为主，强调标准化答案和考试成绩。2023年高考参与人数达1342万，竞争激烈，导致学生专注于正确答案，而非创造性探索。例如，PISA测试显示，中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得分全球领先，但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上低于美国、新加坡。如果我们从文化方面探索，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会让独立的每个人更倾向于遵循现有模式，而非颠覆性创新。对比硅谷的创业文化，鼓励失败即学习，而中国创业者更注重短期成功。现在美国政府不仅全面收紧了先进的芯片和 AI 技术对中国的出口，还计划撤销中国学生签证，特别是针对 AI、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学生。这一系列举措正在悄然重塑全球科技版图。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场现实的挑战，也是一面照进未来的镜子。长期依赖西方技术输入和海外高端人才输血的发展路径正逐步走到尽头。在 AI 主导的新技术时代，竞争的核心早已不再是谁能复制得更快，而是谁能率先原始创新。如果中国无法真正跳出应试教育权威导向和路径依赖的桎梏，建立起一个鼓励批判性思维、跨学科融合和原创精神的生态系统，那么再多的数据、算力与人力也终究难以突破 AI 时代的创新天花板。而美国尽管政策趋紧，但其以自由开放为核心的创新体系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未来的科技竞争将不仅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博弈，更是释放个体创造力、激发人工智能潜能的文明竞赛。谁能在这场博弈中先行一步，谁就有可能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内容，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老板，逍遥又酷，小宝女拉屎，想起忘带。我乃哪吒300子，能想要一朵果实。